大家好，我是静。这次来到日本旅游胜地京都、大阪、奈良，规划5天4夜自由行。来到以竹林美景和有着文化遗产闻名的岚山，随着季节变化的风景吸引众多的旅客。穿着和服漫步在清水寺，体验千年古都的怀旧风情。这里可以拍摄出最经典的日式美照，跑遍大阪市区必踩景点，品尝在地美食，最后安排奈良公园邂逅可爱的小鹿，据说是神明的使者，走访超过15个景点，分享交通、住宿、景点、美食。喜欢我的自由行影片，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就出发吧！终于出海关了。那现在呢，要去拿票券，交通票是在网络上预定的，有一个 I 的符号，在这边就是可以换票的地方，也可以买票。这就是在网络上先预定大阪的周游券跟关西的，这样子交通票就不用有烦恼了，只要是巴士、地铁都可以搭乘。那我这次是买3天的关西卡跟1天的大阪卡。关西卡的话是可以用京都、大阪跟奈良、神户都可以。那我们先去搭那个特急列车哈日卡，第1天的话就是直接去京都，等于是住2晚京都2晚大阪 ，Go！ 前往2楼的地方就是搭哈日卡，也是网络上预定，可是也是要柜台取票的。进到2楼往铁道的方向，抵达 JR 这边了。那它蓝色的话就是搭哈日克 JR 的地方，先蓝色的这边换票。这边可以买票或换票，那它的 IC 卡也可以在这边买套票。搭1个小时的车到京都，从下飞机的那一刻到拿到这个哈日卡的票的时间，大约是快2个小时，最后其实还蛮久，大家要有耐心。刚刚买了 ICO 卡跟这个哈日卡的票，如果是买套票的话，会有特殊的图案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它这边会有跟台湾的那个地铁一样写你是左邊還是右邊，它上面會有時間。14時48分に着きます。天王町出ますと大阪15。到京都的话，应该是3点14分左右。还有时间的话，会先去福建道和大社。行李的话，就先放置物柜，因为如果从京都车站到福建的话，就不用转车。住宿是选择住在大宫站。抵达京都车站后，直接搭乘地铁前往福建道和大社。第2站往住宿的地方放行李，接着搭公车前往热闹的河原町商圈。抵达了京都车站，那现在是要前往放行李的置物柜，搭奈良线去福建道和。京都车站这边有非常多的置物柜，一次是700，ICO 卡付钱的话是还蛮方便的。一出站就看到京都塔，从京都车站刷出来，那等一下还会再刷进去，要前往奈良县的道和站。抵达道和站。一出站就可以看见福建道和大社。大家好，我是静。这次规划京都、大阪自由行5天4
4夜，是住2天大阪，2天京都，扣掉头尾的话是10晚，1天京都，1天大阪跟1天奈良。第1天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就先安排了一个福建道和大社。第2天的话是安排岚山跟清水寺。那第3天的话就是大阪1日游，主要是在大阪市区。第4天的话是规划奈良1日游，会去春日大社跟奈良公园喂小鹿。第5天的话，早上会在大阪市区逛逛，前往凌空城Outlet走走，我们就出发吧。现在进寺庙前都要洗手、洗嘴巴。我们去找那个1万个鸟居。这边是卖纪念品的地方，有玉手，也有一些很可爱的吊饰。抵达千本鸟居。主要是供奉五谷丰收的稻荷大神。那现在有一些企业啊，或是会有一些人会用个人名义捐那个鸟居，所以现在的鸟居超多，听说有1万个，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企业捐的应该就是这种鸟居。哇，来到迷你的鸟居了。这个鸟居真的是布满整个山耶，太有特色了这个景点。哇，到山上还有。是布满整座山耶，如果有体力的，可以顺着这个步道一直走，一直走。参拜狐狸的，所以它的这个许愿牌是狐狸。这边有个石桥，而且这边的空气都超好的，还蛮推荐大家过来。这边就是参拜的地方，那在它的后面的话，就是有很多鸟居的地方。那在旁边的话也有纪念品店，那等下去看一下，卖一些狐狸的饼干，然后一些吃的。来这边必买的就是狐狸煎饼，那还有很多种 Q 版的。可以买回去试试看。我买了个110。在美食街，怕饿的人可以在这边先买一些小吃。买了一个章鱼烧，那它是500日币，总共6颗。可是我记得日本的章鱼烧都是软软的，就是没有脆脆的感觉。跟我印象中一样，就是那种 QQ 软糯的。这边超有名的蟹肉棒店，1只400，2只700。现在来到位于稻荷站旁边的一个蟹肉棒，那它很有名哎。我刚看那边就觉得口水快流出来了。它是有在上面炙烧过的哦。它很够味，就是其实不用加调味，这样就还蛮有味道。那还蛮多人的在这边，推。现在要回饭店了。这是今天住的饭店，那它是在巷子里面的，非常安静。这间饭店是位在大宫站。
那我还蛮推荐，如果有来京都玩的话，可以住在大宫或是乌丸，这样子去岚山跟清水寺就不用一直转车，很方便。等一下来开箱一下饭店吧。今天住的京都的饭店，那会在这边住2晚。那我订的这间真的非常便宜，它是在巷弄里面的，很安静。2晚的价格是2800左右。现在已经是6点了，所以等一下的行程看是会直接先去吃晚餐，或是去附近的仙斗町。所以 Google 是你在日本交通的好帮手。今天来吃日本超多分店的饺子的王酱，因为它是1号店哎，所以是第1间店咯。那我刚点了这个 set， 它是有拉面、炒饭跟饺子。就可以点，这是很经典的日本拉面，就是味道还蛮咸的。外皮很脆，它把它煎得很脆。这间店都是在地的，大家也可以来试试看。现在这边是前往仙斗町跟奇缘的方向。那我刚刚是搭公车过来的，听说这边是很好逛的地方。如果想逛街的人，其实也可以搭到阪急京都河原町站，它其实还蛮大的。这一条呢就是仙斗町，然后它现在还蛮安静的，它是有点复古的，里面有很多居酒屋可以来吃。那旁边是河，如果有吃饭的话，可以欣赏河景。那这一条街还蛮长的，一直往里面好像有一个公园，仙斗町公园。这边有气氛，也会让我想到那种9份啊，有很多的灯光，还有复古的房子。走完仙斗町的话，就来到了鸭川。那仙斗町真的超多西方游客的，因为现在已经很晚了，其实还蛮多店都打烊了。仙斗町有非常多的串烧、居酒屋，还蛮多人在晚上来这边吃宵夜的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在鸭川这边也有很多情侣坐在这边欣赏夜景。这间网络有介绍过的鸟贵族全品项319，不知道里面会不会太多了，去看一下。这边是用平板点餐，税入350，点这个就可以选中文。最有名的是它的鸡肉，它几乎都是鸡肉的串烧，鸡肉很好吃哎。它有很多种的调味方式，那个气氛蛮好的，大家可以来体会一下。大家早安，今天是我来到京都的第2天。今天的行
行程会是去蓝山清水寺。那我住在大宫站的好处就是旁边就有蓝电，就是蓝山电铁大宫站，非常的方便。听说这一条线已经营运有100年历史了，非常复古、具有历史的一个铁路。现在要搭乘蓝电去蓝山，今天所使用的就是关西卡，来当我今天的交通卡。我抵达蓝山站了，那其实还蛮快的，可能大概不到20分钟就到了。富有历史感的车站。那蓝山的话也有温泉，开走了。蓝电的蓝山站，那其实还有其他线也可以抵达蓝山哦。现在8点10几分，蛮少店开的，人也很少。那这边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竹林，还有渡月桥，算是个度假胜地，也是个世界遗产。这边有个京都最大的禅寺，叫做天龙寺，等一下也会去看。不想走太累的人，可以租脚踏车，跟它的人力车都可以搭。刚从那个蓝山电铁站走到这里，那渡月桥是在这边拍的，这边是蓝山公园。那等一下就会一路顺着这个方向走到那个天龙寺、跟竹林小径、跟野宫神社，这边很多必拍的地方。所以如果你是搭到蓝山电铁的话，就是在这个方向是很近的。秋天的话会开满整片枫叶，是非常知名的赏枫胜地，不日剧都会来这边取景哦。这边的店都有庭园造景，真的非常厉害，有好多没有看过的植物。搭船的话是1800，这边搭它是人力的。刚从渡月桥走到这边了，那会继续往这一条走。那会先到竹林小径，在这里这一片，没有看过品种的植物是什么？大家可以下方留言哦。其实仔细看的话，这边都是枫叶，但现在是绿色的。秋天的时候一定很美。不过游客应该也是爆量。来到竹林小径了，刚走了差不多10分钟的，这边的竹子都长得好高，而且鸟噪声很好听
实蛮多人都是从下面这边走上去啊，我刚刚是选择从上面走下来。来到天龙寺，这边是世界文化遗产，大人的话是500日元。它很像那个毛笔的那个磨墨的砚台。现在来到天龙寺，那这边是以前的天皇所建造的，1994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那我觉得它的景观很壮观，因为它的对面的话有一个湖景，整个就是庭园造景满满。那这边还蛮严格，就是不能吃饭，也不能架脚架，大家再注意一下。现在出来了，那这个方向也是有售票口，可以直接进入天皇寺里面，是另外要买票的。这边是庭园加本堂是800块，那我刚刚是只有庭园的话是500。这边才是真正的售票口，所以它售票口有2个，一个是只有庭园，然后这个大的售票口的话是本殿跟庭园都可以进去。这边有里拉库玛的下午茶，那它是这边整栋都是它的限定商品啊，下午茶或者是鸡蛋糕。我来到了里拉库玛的茶坊了，那它就是拉拉熊本部它的鸡蛋糕，那这一碗的话是400多块日币。那边也有蓝山啊，或者是北海道的拉拉熊限定产品。如果喜欢人少一点的话，记得早点来哦，还蛮多游览车的。这边是人力车专属的，只有人力车可以进去拍照。人力车走的道路是这边。现在来到野宫神社，那它是位于竹林里面的神社，那这边主要是求姻缘跟学业闻名的地方，就进去吧。买到了抹茶冰淇淋，然后现在因为观光客跟校外教学的学生都来了这个大爆炸，来看那边大爆炸，然后还有很多游览车，这边满满的人潮都是往那个竹林小径，好像有很多那种小吃也是在这边，超多日本学生在排队，看看。还有香草跟抹茶冰淇淋，这一支只要350，很便宜。我看到他们日本的学生都买了，我就买一支。11点多的蓝店，哇，爆炸了！怎么跟8点来差那么多？
南山结束后，搭公车来到清水寺，一路从和服店走到清水寺3年坂、2年坂、八坂神社、花见小路、奇园和园町的方向前进。现在要来穿和服，这次订 KK 队是这一间。中文的店员非常的方便。现在来到三重塔，这边的人真的是超级无敌爆炸多，不太能好好拍照哎。我觉得我绑这样脸看起来好像很大，好像可以到一个清水寺的观景台，我再看看我可不可以穿木屐走过去。因为其实清水寺的话，这边是拜佛教的，听说是西元700多年建造的，等一下就去看。参拜券可以买，然后一直往上走，应该就可以到平台了。现在要前往清水寺的本店，那它一张票是400块日币。建筑都是用木头的，有一个木头的香味。这边就是本堂。去那边从对面拍过来。现在来到清水寺本殿的旁边，那它旁边有个地主神社，现在在整修，它是拜姻缘非常有名的。那等它修建完，应该会很漂亮，就继续前往平台吧。从这个平台往本店拍，就是最经典的清水寺的照片。终于走到了这个平台了。但是它这边的话是拜千手观音的，所以是以佛教为主，算是京都历史最悠久的寺庙。那也是经历过多次的翻修，才有现在的面貌。而且在这边真的是非常多人，我还蛮推荐大家，如果有穿和服的话，一定要尝试着走上来，会蛮累的。可是看到这个景色很值得，远方是可以直接眺望京都塔的哦。那它这边也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京都必来的景点清水寺。今天就是直接把岚山跟清水寺排在一起，是有点小赶，但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我们就前往下个景点3年坂，拜拜。也是一个春天可以赏樱、夏天可以赏枫的观光胜地哦。大家可以选对时间来，就可以赏樱、赏枫。本店下方的建筑其实还蛮震撼的，几乎都是木头拼接而成的。那它是在2017年到2021年有重新修缮过。金鱼之龙这边是有岩蜜水跟金色水的称呼，因为听说这边的水喝起来是很香甜的。这一条街有非常多的伴手礼可以买哦，有很多京都限定的产品。
现在这边是产宁版，然后也算是叫做3年版。那这边一直走的话，就可以走到2年版。再往里面走的话，是可以走到花见小路跟奇缘的方向。但是因为和服要还，等一下我要先去还，然后再直接走到花见小路，应该也要差不多半小时以内可以走到。天啊，穿那个木屐走下坡真的是脚超痛了。大家要自己斟酌体力，看要不要穿自己带的鞋子，比较好走一点。往2年版的方向，就可以看到这个必拍的指标。那如果有体力的，其实也可以租和服走过来，比较有坡度的街道。后面的话是法官寺，这里是景观绝佳的佛教宝塔。有看过京都很经典的照片，就是还蛮多人会在那边穿和服拍过去。现在要往2年版八坂神社的方向。蓝山的时候看到超多的日本人在买，所以它应该还蛮有名。然后它很浓的地瓜的味道，很特别，很像麻糬，然后外面裹一层地瓜酱，然后甜甜的又咸咸的，是好吃的。大家可以来点，这一串是280。发现了京都的星巴克，很特别，它完全融入在建筑里，如果没有仔细观看，根本看不出来。我现在在八坂神社，那从2年版走过来大概是10分钟。那这个神社主要是对抗瘟疫所建造的神社，所以非常的大。今天真的看了非常多的神社，也走了很多路，那就再去看看吧。现在来到花见小路，是往奇缘的方向。那奇缘这边也非常的热闹哦。不晓得这边可不可以拍摄？好像是写禁止拍摄。刚刚的花见小路禁止摄影，我就没有拍很多。那边其实有一些餐厅是可以看艺伎表演的，它都有安排一些场次，就算是很复古的一条街，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时代就存在了。现在要去吃晚餐，今天的行程结束了，那就是早上去蓝山，中午的话去清水寺，再从清水寺走到八坂神社，然后再走到花见小路奇缘的方向。这样子算是走了一整天，大概2万步吧，我才可以在1天内把整个大景跑完，还蛮开心的。非常有名的咖喱乌龙面，听说以前的艺伎啊，或是名人都会来这一间吃，那它的店面还蛮低调，很容易就错过。这是凉的面，应该是很像用荞麦面。现在来到锦市场，100年历史以上的一个非常复古的市场。在这边有非常多美食，早一点来会比较多。现在这个时间应该很多都已经关门了。现在大概是6点半，大概有7、8成的店都已经关了。大
家早安！现在是在京都的大宫站，那今天会是大阪一日游。我现在要从大宫站坐那个阪急京都线前往大阪，大约是1个小时的车程。今天会用大阪周游券，它上面有提供50几种免门票的行程，就已经包含在那个券里面了。看时间可不可以全部都走到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大阪了，我选择住的是在日本桥东横印。那这个是非常多分店，我记得在日本就有1000多家了。但是它的特色就是算是蛮平价，有附早餐，几乎都是在地铁旁边而已，就是走路差不多1分钟就可以到了。选择住在日本桥是因为回程的时候蛮方便的，南海的地铁那边就可以直接回程。我会先去放行李，等一下就直接先去通天阁的方向。第3天从住宿出发，踩点通天阁、大阪城、梅田蓝天大楼，再回到道顿崛逛街。从日本桥搭去动物园前，那这边可以去通天阁。我抵达了通天阁呢，从动物园站那边走过来大概是5分钟。这个建筑是在当时是以埃菲尔跟凯旋门他们风格建造的一个铁塔，在当时是日本最高的建筑，3楼的地方是可以溜滑梯下来，螺旋状的溜滑梯。那我们就去看看吧。如果有大阪周游券的话，是可以免费上塔的，好像也可以免费溜滑梯耶。这边的气氛真的很复古。所以它下面是凯旋门，然后上面是那个埃菲尔铁塔。有卖专属的人形烧，刚刚拍照的那个，它是摸它脚底板会有幸运。展望台的入口在这边，这边是它的溜滑梯，就去展望台看看。到景观台了，那它的高有108公尺，可以看很远。都有纪念品，都是这个人形哎，这边真的很多限定商品。以前的跑人长这样，然后还有它的商品的变迁，它的限定商品。哇，这个这样很便宜耶，540，然后有他们很复古的零食，感觉是他们从小吃到大的。现在要前往大阪城，感觉从路口走到这边已经走了5分钟有了。这里面真的很大，哇！这一片防御的城门真的超大的，完全攻不进去。丰臣秀吉的人像。我来到了大阪城，那这是搭地铁的话是搭到古丁市丁目站的9号出口，走到这边的话，我觉得至少要抓15分钟哎。后面的话就是大阪城，它跟名古屋城跟姬路城是并列日本的3大名城。那在旁边的话是以前的警察局，而大阪城的话以前是丰臣秀吉的居住所，所以距今可能已经500年以上喽。那我们就去看看吧，这是来大阪必来的地方。想要进去的人可以在这边买票哦。那大阪周游券的话，这个也是免门票的。它旁边有可以坐船欣赏大阪城，那个也可以去搭乘。但我等一下应该不会上去，因为要赶去下一个景点了。它整体的话是有点蓝绿色的，蛮漂亮的，应该是经过很多重建过了，所以现在样子看到是很新的。那蛮多人跑到最上面看下来的。
如果现场买票的话，就像这样要排很长。这用大阪周游券的话，其实走左边就可以直接进去了。这个玉座船就是可以用大阪周游券免费搭乘的，古色古香的。如果有时间的人就可以来搭乘。等一下下个景点的话，梅田的方向。那我们就下个景点见，大阪城，拜拜。梅田呢，它这边是大站，有非常多逛街的地方，所以人潮比较多。要去梅田蓝天大楼，因为它的大阪周游券的免费进去的时间是4点前，我是在网络上看的。夜景的部分4点之后就会非常多人，门票是蛮贵的，所以有用到这个优惠的话是很推荐的。梅田站下车之后，大概走10分钟。就到梅田蓝天大楼，我现在在梅田蓝天大楼，那它是高40楼的一个建筑物，总高的话是173公尺。它在顶楼的话，可以从高空俯瞰一览大阪的美景。等一下就直接上去看看。展望台是在39楼，真正展望的是在40楼。换到票了，那它还可以在往上，往上的话就有一个高空庭园景观。天哪，我现在在40层楼高哎，超可怕的，360度的，超壮观的。下面可以买爱情锁，锁在上面。出去的话就是大海了。这边的话应该也是关西机场的方向。是它的贩卖部，我看也有卖磁铁，但是我买太多了，就先不买咯。也有卖它的拼图，它的晚上会打灯光。这一家是幸福屋，哇，它的鱼好漂亮。这一餐是1200。红色的摩天轮，如果使用大阪周游券的话，也是免门票的哦。在7楼的地方搭乘。最高点，那它刚逛一圈的话，大概是15分钟。我现在在大阪最有名的跑跑人，那这边是固力果公司的商标，他们是以健康为概念所出发设计的，是所有大阪人共同的回忆，在这边很久了，它是大阪最有指标性的招牌。在这个旁边有一个完美景点，拍出照片成果给大家看。他要走这个楼梯上来，到这边拍。
はい、私本日隊長として派遣されてまいりましたエージェントナンバー008のはい。超多人了，下雨天晚上大家都出来了。今天应该就随便找个晚餐吃一吃，回去休息。已经突破2万步。那这一条是法善寺横丁，主要都是卖一些串烧、居酒屋，还有一些烧烤店。这边主要是拜不动明王的。那我住的这间东横的旁边就是黑门市场，超近的。旁边的话就有 Seven 东横印的房间，小巧可爱，一晚是2000块，其实还蛮划算的，因为有附早餐，又离日本桥走路1分钟，走路到南波的话大概是10分钟左右。从近铁奈良站一路走到春日大社，如果不想太累的人，可以直接坐公车到春日大社，反向走下来。大家早安，今天是来到关西的第4天。那今天是奈良一日游，从日本桥站搭过来，不用换车，只要40分钟。以拜佛教为主的寺庙，我记得最厉害的春日大社有1500年的历史，听说这边的路是1500头左右，在传说他们是以前神明的使者。就出发吧。那我走的这个出口的话，它是一直往上坡走，其实也可以选另外一个出口，是搭巴士到最上面，然后再一路逛下来。差不多走了5分钟，就看到很多路现在来到新福寺，身后的5重塔里面有很多佛像。这座寺庙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哦。那里面最有名的佛像是阿修罗像，也是这边的国宝。门票是300日币，然后阿修罗像在这边。我在思考一下要不要进去。寺庙其实还蛮多，想说就先不进去。那如果有来的人有兴趣的人，可以付门票，一个人300块，就前往下一个寺庙。这边整片的话就是奈良公园，有很多商店街，那可能蛮多网红好像都是在这边喂鹿拍照的。整个奈良公园真的很大，好悠闲哦。我现在要让鹿跟着我，看它都在跟在我后面。我要来鹿了啊！他撞了我一下，等一下啦！好痛哦！好痛！Tieni a presi 2 queste? 没有 ，no， 嘿。No！ 天啊！我要收回我刚刚说它有温驯的话，只要你有鲜饼，它就变了一只鹿，直接就是疯狂的用脚然后撞你的屁股，然后我现在身上都有他们的口水，
大家有带小孩要小心哦。哇，这边有那个大华严寺的大门，所以就更多人了。超壮观的神像，超宏伟的，动不动就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。蛮清幽的，也可以慢慢的散步，而且它地很大，所以人多也不会觉得很拥挤。我记得它叫做东大寺，这边有非常多的寺庙，感觉在特定的节日它也会有很多的活动。进入本店的话是一个人600日币，但我刚刚有看到它的本店，其实还蛮壮观的。那东大寺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筑，里面有一座大佛，有一根柱子，听说它有一个洞，可以穿越祈福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可以买票进去看。这边很清幽哎，但是地上都是鹿的便便，所以要小心哦。而且人很少哎，如果有买煎饼的话，也可以走到这边喂鹿。它是在那个东大寺的旁边。等一下的话，要走到2月堂春日大社的方向。东大寺的本店的后面，但因为我没有进去本店，所以我就绕了一圈走过来。超大的，也是整个都是木造的。刚才走一段路之后，来到2月堂，那它是1669年所建造的，叫2月堂，是因为它2月会有一个蛮重要的法会，供奉11尊佛像。走过去看看吧。这边的木造建筑真的都非常的壮观哎，而且维护的很好，也都100年历史以上了。走这个方向可以走上去到这里。都会写大家捐了多少钱，有记名的。原来这么多人捐钱，难怪可以盖得那么壮观。充满了木头的香气，清幽的地方，推荐大家来2月堂。看上去的话是落草山，一只好小哦，好可爱。我在青青草原，有没有很像清境农场啊？只是绵羊换成了鹿，好肥的乌鸦哎！现在要前往春日大社，那其实这个坡也是可以走上去的哦，它旁边有个很长的楼梯，如果想走的人就要经过一个很像票口的地方。那等一下往这个方向走是春日大社。到春日大社的门口了。这边是它的纪念品，这边是参拜所。整个春日大社的地图，看现在这边一大圈，有一棵千年神木在这里。
超巨大的。现在来到春日大社，那它是1300年前所建，是当时奈良还是首都的时候建造的世界文化遗产哦。它在1年之间有200多次的世界和平的祈祷。近田奈良站走过来，大概会花3个小时吧。所以如果不想太累的人，建议还是搭巴士上来，再慢慢走下去。东大寺还是二月堂，或者是春日大社，我觉得都还蛮值得来参观的哦。一场门票的话，一个人是500日币。今天的寺庙之旅结束了，拜拜。这个上面会有捐钱的人的名字，信徒真的众多，这边的庙都香火鼎盛，参拜许愿，祈求身体健康。最有名的就是这家现捣麻糬。现在中福堂，那这边的麻糬很有名哦，一个180。耶！我买到它的麻糬了，而且还热腾腾的。所以里面是包红豆，非常的软 Q。近田奈良站的旁边的那条商店街走到底就看到这一间哦，那也可以来这边买煎饼。忙了一整天，来日本终于吃到了寿司。那就用今天的寿司结束第4天的行程吧。这间叫做大崎水产，它是在南坡 City 里面的。然后刚刚去看科拉寿司也是爆满，所以就选择这间了。这个干贝上面是奶油哎。它上面有炙烧过，真的很好吃。它的干贝上面跟奶油整个搭在一起，那个干贝的甜味整个都出来了，爆出来。倒数第2天，来找找看有没有大阪烧。来到大阪当然要吃吃看大阪烧啊，差点错过了。那刚好经过这一家，想说当做宵夜来吃。这一盒的话是450日币，如果要加蛋的话再加150日币。我没有加蛋。它酱的味道很浓哎，它的味道其实真的蛮像炸烧，只是它的内馅就换成蔬菜的口感，加上有柴鱼的味道。它是有美乃滋啊酱啊，这个热量真的应该蛮高的，大家可以来吃吃看哦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大家早安！今天是我来到日本的第5天，也就是最后一天。早上的话，我就来到位于饭店附近的黑门市场。那这个也是有100年历史以上的，以前又就叫做圆明市市场。那非常受到观光客喜爱，因为这边有和牛、河豚或是海鲜，是要早点来的地方。因为我昨天6点来的时候，很多店都已经打烊了。等一下就去看看吧。大干贝是1200。超大的，跟我的手掌一样大，而且可以生食用哎。一个是950含税。黑门市场这边也卖很多的纪念品。
太好笑了啦，皮卡丘的耶！那以前有一阵子很流行香蕉，大家都当伴手礼。现在来到黑门市场吃饭，我就点了一个 cheese 蟹肉棒跟一个大干贝。这个的话是600日币，然后这个的话好像是400吧，税是另外一家。它的市场其实还蛮干净，明明有那么多海鲜食品。好浓郁哦，超好吃！蟹肉棒的咸味加上那个 cheese， 然后上面有炙烧的味道，超好吃。哦。它的汤好好喝，它的干贝的本体是这么大的。看，很 Q 弹的口感，很有嚼劲，好新鲜哦！而且它这个汤汁也可以喝哦，喝起来我觉得有点像海鲜味噌汤的感觉，美食就在这里，然后要一直往里面走，可能会价格都可以比价一下，有一些比较便宜哦。听说这一间也是名店，它是卖关东煮的。现在是正热闹的时间。黑门市场很有名的豆浆店，它已经创业99年了。它有分冰的跟热的，这一罐的话是250日币。里面真的超浓的，它不是那种水水的豆浆，就是有点沙沙的感觉，有点在喝米浆感，很浓的米浆感。准备离开黑门市场了，那我还蛮推荐这个景点的，非常多的美食啊、纪念品、新鲜的海鲜，4点前就会慢慢收摊了，所以大家可以早点来品尝美食。等下从日本桥前往关西机场旁的临空城那边就是一个 outlet， 可以买东西。下个景点见，拜拜。今天也是使用关西周游券哦，因为第2天跟第3天只差了1000块日币。要转车觉得很复杂的人，可以在手机 Google 直接看，像他这边写12点12分3号月台，所以就直接对照这个12点12分3号月台。不然它的那个颜色有点不太一样，这是绿色的，这是橘色的。抵达临空城了，它是在临空城4号出口的方向。那它站内有一些商店也可以寄放行李，一件是300日币。左边这边可以逛，然后它有一个空桥，可以直接到右边这一栋，这一栋也可以逛，可以看海耶。逛的品牌真的是超多的，可以预留3个小时来这边采买。今天的海特别蓝。现在前往临空城旁边的海岸。那这边是可以玩沙的，也可以看海，大概走10分钟左右，就可以看到蓝色的海了。关西之旅最后一站临空城，那这边有许多的品牌可以购买，它就像华泰的 outlet， 让这一次的5天4夜画下完美的句点。不想要太赶的话，建议可以多安排几天，可以走宇治或是神户的行程，
或可以在网络上购买1日游。如果有喜欢的景点，也可以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哦，我会把详细的资讯放在说明栏。喜欢我自由行的影片，可以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关系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谢谢大家看完我的影片，看更多照片可以追踪我的IG，下次见，拜拜。